蓝忘机道：你可去屏风后更衣。魏无羡脸上发烫，抱着衣服一溜烟往屏风后躲去了。魏无羡想，奇了，都是男人，又不处理衣，为什么换衣服还要分开换啊？魏无羡又想，可是那个人是蓝湛啊。魏无羡透过屏风去看蓝忘机，只见蓝忘机正对着他，已经解了外袍。他的身形十分高大，宽阔的双肩和强健的手臂从屏风后朦朦胧胧地显出轮廓来。魏无羡突然很想转过屏风去看一看，蓝忘机只着中衣是什么模样。半晌，魏无羡换好衣服，从屏风后走出来。只见蓝忘机一身碧绿青衫，如青松翠微，春雨新茶，秀雅温润，明净俊朗，是魏无羡从未见过的清俊模样。好看的神仙也难画就，好看的。魏无羡心口发烫。蓝忘机道：魏婴，你面色潮红，可有不是？魏无羡忙道：没有不是。魏无羡抬起手挡住了自己的脸，果然触手滚烫。蓝忘机转过头，似乎偷偷扬了一点唇角，那若有似无的笑意转瞬即逝。魏无羡觉得自己看错了，你腰带系错了。蓝忘机直接上前解开他的腰带，环过他的腰，帮他重新系好。淡淡的檀香味直沁到魏无羡心底。腰带系好，魏无羡仔细去瞧，没看出与自己记得有何不同。魏无羡还发觉他们两人的服饰形制、纹饰绣样似乎一模一样。蓝忘机又道：头发有些散开了。魏无羡赶紧道：我自己来说。随后3步并作2步跳到妆镜前，却在看清镜中人容貌时愣了一下。魏无羡低声道：蓝湛，江澄说我已经死过一次，现在是被人献舍了。他话里某个字眼让蓝忘机微微蹙眉。这张脸的确有些不一样。魏无羡回过头看着蓝忘机道：蓝湛，你变了这么多，我也变了不少。蓝忘机走到他身后，两人一起看着镜中人。蓝忘机柔声道：魏婴，你就是你，你没有变，你不会变，我也不会变。魏无羡犹豫起来，要御剑去。蓝忘机展开一件兜帽连袖大氅，来穿上。魏无羡习惯性的伸手，蓝忘机帮他套上斗篷，戴上兜帽，系上系带。魏无羡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他竟然让蓝忘机帮他穿了衣服。惊讶之下，他已经恍惚地牵住了蓝忘机伸出的手，被他带上了碧尘。魏无羡站在蓝忘机身后，眼前是他宽阔的后背，一时不知眼往哪看，手往哪放。蓝忘机道：抱好，此去逆风。魏无羡想，这辈子居然还能从蓝湛口中听到抱好2字。蓝忘机见他未有动作，直接握住他的手，环在自己腰上。魏无羡自暴自弃地想，抱好就抱好，然后抱紧了蓝忘机的腰。蓝忘机催动碧尘，腾空而去。魏无羡心下不定，一会儿想，蓝湛已经知道我不能御剑，一会儿又想，不对，我是被献射归来的，是这身体原主灵力低微。魏无羡思绪纷纷扰扰，无心去看沿途风景。魏婴，在想什么？魏无羡闷闷的道：没什么。我们即将路过采邑镇。水行渊那个采邑镇？是。蓝忘机随即降低一些高度，他们飞掠过一片碧绿的湖水，湖光天光交相辉映，山色水色融为一体，湖水碧波荡漾，波光粼粼，水波澄澈，沁人心脾。这是碧灵湖？这里的水行渊已经除了？是，已除。你前年改进复仙网，使其可水下作业，除水隧更为便捷。魏无羡叹道：我可真是太厉害了。得了蓝忘机称赞，魏无羡欢欣起来，开始叽叽喳喳地讲他脑海中存放的巧思妙想，以前列过的奇鬼怪妖。即使蓝忘机有时只应一句，魏无羡也能滔滔不绝地接下去。蓝忘机静静听着，虽然大半都已听他讲过，但永远也听不腻。魏无羡渐渐把蓝忘机抱得更紧，讲累了，把头靠在他背上，呼吸逐渐变得平顺和缓。魏无羡睡着了。相逢小镇，蓝忘机在镇外寻觅无人处驱剑降落，转过身就手一兜，把魏无羡抱了起来。果然睡着了。蓝忘机并不急于唤醒他，择了一处干净的大石坐下，静静看着怀中人熟睡的容颜。
魏无羡睡得十分安稳，手指抵着他心口，胸膛随着呼吸缓缓起伏。直到现在，蓝忘机才终于有了一点踏实的感觉。找了2天，等了2天，醒来居然失了记忆。江城都说了，一直住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在一块儿，竟然还说要回去江家。幸好他还是能够立刻辨认出自己所有情绪，幸好他所有小习惯都未曾改变，幸好他还是他的魏婴。蓝忘机伸手轻轻抬起魏无羡的下巴，深深吻了下去。熟悉的触感，熟悉的味道。魏无羡微微启唇，任蓝忘机的舌深入。蓝忘机细细吻他，一寸一寸回味他所有甜蜜与柔软，缠绵又眷恋，倾尽这4天所有的焦心与忧思，恐慌与煎熬。一吻毕，蓝忘机在魏无羡下唇轻轻咬了一下，魏无羡的嘤咛一声，唤得蓝忘机下腹坐烧，起了反应。蓝湛，你早一点来，直接操，把我操服了，操服了，我就是你的了。那人曾经这样说，想要他，现在就想，就在这里，想看他的眼角落下桃花风情，想要他哭出来。此时此刻此地，好想要了他。蓝忘机深呼吸几下，在魏无羡脸颊唇间又亲了亲，将他抱起放在大石上，头枕在自己膝上，闭上眼睛，凝神调息，平复自己。半晌，魏无羡悠悠醒转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他与蓝忘机已经归隐，两人泛舟湖上，蓝忘机披着蓑衣撒开渔网。归家时，他俩就任水流推着小船，蓝忘机坐在船头望着他，静静吹着他的陈情。魏无羡看着眼前一袭绿衫，头戴抹额的蓝忘机，与梦境中那个身披蓑衣吹奏陈情的蓝忘机重叠起来。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。蓝忘机问道：何时作笑？魏无羡站起身，整整衣袍，全然没注意到自己方才一直枕在蓝忘机腿上，只道：看你好看呀，梦到你了。睡得可好？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只觉他看自己的眼神有一丝微妙的不一样，心里疑惑，嘴上只道：睡得挺好，奇怪，我居然又睡着了，不是说我已经昏迷了好几天吗？你平日不起这样早，我们去镇上，想吃什么？是到了吗？这里是哪里？相逢小镇。真是有趣的名字。两人相携来到镇上，蓝忘机择了一家装潢精致的川菜馆，要了楼上雅间。店小二过来递上菜牌，蓝忘机递给魏无羡：你点。魏无羡也不客气，翻看着菜牌，一一点道：清蒸姜团、开水白菜、竹荪干高汤。我看看时蔬、茼蒿和豌豆煎吧，清炒就行。再来一窝鸡豆花，蘸料辣的和不辣的各一份。抬头瞧见蓝忘机神色，魏无羡道：怎么这么开心？蓝忘机压下微微上翘的嘴角，对小二道：鱼换成水煮鱼，再加1碟夫妻肺片，1份辣子鸡丁，1份酸汤牛肉。吃得完吗？无妨，你尝鲜。蓝忘机又对小二道：请厨房每道菜少些分量即可。魏无羡望着蓝忘机如玉的侧颜，只觉心里有一只琉璃色的泡泡，越是与蓝忘机相处，越是鼓胀起来。吃完饭，两人在街上溜达，尽管人来人往，皆着绿衫，但两人形貌最是出挑，来往行人无不驻足偷看。突然遇到一家店门口大排长龙，队伍拐了2个弯，从一条小巷直排到另一条小巷。魏无羡好奇地跑上前去看，发现是一间书肆。蓝湛，他们为何在这里排队？绘本发售的最后一天。什么绘本这么火爆？想去看看吗？不了，要排这么长的队，我们先去玩别的吧。你不是说要游湖？无妨，已有预定。蓝忘机引着魏无羡一路来到书肆门口，向店员出示了一张红色的号牌。排队众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，魏无羡被众人嫉妒的眼神烧得莫名其妙。店员拿过号牌检查一番，道了一声稍待，转身进了书肆。魏无羡向里张望，只见店里书架密密麻麻，架上堆得层层叠叠，红彤彤一片，似乎只有一种书。店员们十分忙碌，魏无羡好奇地等待着。忽然听到身旁有人议论：真的吗？我还以为他改邪归正了。拉冷啊！江山已改，本性难移。已令老祖琢磨已久，岂是所改就能改的？连韩光君也感化不了，这人真是……
你们在聊什么？夷陵老祖又做什么了？